好，我们现在很快就会知道 iPhone 会有什么新功能。那我们会有什么新功能？等一下我们的新闻3则会讲啊，然后还有1则就是17跟17A 可能都有120赫兹，但是没有 promotion， 这什么意思？就是一直常驻在120赫兹，这样应该会过热吧？烫，非常烫。以 iPhone 来讲，应该没有可能这样。那另一则新闻就是 OpenAI 现在法院里面有这个资讯出来啊，他们就是剑指 iPhone， 希望就是把 iPhone 当成他们的第一假想敌。他们有一个2025年的一个策略，怎么慢慢去达到这一步。现在去验证回来，他们已经做了非常多。那我们今天就讲这3则新闻吧。好，那首先当然就是现在要上场的这个开发者大会，好像有一点不知道要发什么。对，就是因为苹果去年开发者大会，你们大家应该记得嘛，发出超多东西，AI 的东西。苹果回来了，对。然后我去年在美国看完那个开发者大会，我是超级兴奋。我那个时候在奥兰多的 Airbnb， 我看完，我没有去玩，就是小孩都在玩游泳什么，我就瞬间 iPhone 抓起来就拍一支片。那你这个兴奋维持了多久？其实大概过了半年之后，就知道他们应该很多东西做不出来。所以其实你在拿到 iPhone 16 Pro 之前，你还对它有期待？有期待。我觉得我最期待就是 AI Siri 的地方，那刚好就是一个他们现在可能到今年、明年都做不出来的东西。那所以他们现在说，今年的开发者大会可能最大的重点就是 iOS 的名字会更改，本来叫 iOS， 现在是18嘛。然后理论上接下来应该是要19，那他们现在就是换到变成叫做26。我们上一集有讲过，它基本上就是跟着年份。那25年嘛，就像新车发表，那26年份这样子，然后可能所有的 OS 的后面数字都变26，就同整化这样。所以就是以后就是以年份作为代表嘛。对，我觉得这样也比较好去记录啊，因为现在 WatchOS 几其实我也不太记得，因为他们那个发表的时间都不一样，然后 VisionOS 又是什么2啊、3啊，就大家的数字差距太大，所以不如把它全部统整起来。那 iOS 26其实我们大概会看到，就是它会给 iPhone 带来什么新功能，我觉得这可能是大家比较期待。听说就是会越来越 VisionOS 化嘛。对，然后它整个界面都会有很多毛玻璃。那像现在在苹果的一些 App， 你可以看到一些新的 App， 什么 Invite 啊，还有它现在那个 AI 做图的这些 App， 你就大概可以看到它有一些这些 UI 上面的更改在你面前看到。那另外有人说它的这个图示 icon 会变成比较偏圆形，但我觉得这个有点保留态度啦，因为整个变圆形我觉得不太可能。我觉得可能会修圆啦，就是不会这么方正。对，不要那么凸出来这种，不要像 Vision Pro 看起来这么圆，但是它可能会做一些圆角啊，不要这么尖锐，让它更顺畅的一点这种。其实我觉得切圆角还蛮好看的。对啊，因为苹果他们其实很在乎他们每个圆角它进来那个符合的角度，他们都非常的讲究，所以可能在 App 的 icon 上面做这样的改变。那再来下一个，他们说 AI 的功能现在可能就是比较一些辅助性的，像 AI 的这个省电模式，它会帮你的电池管理做得更好。那再来他们说可能在 AI 上面，另外一个现在终于会显示充电还要多久。对，那 Android 10年前就有的功能嘛，那现在 iPhone 终于会有。那其他他说什么捷径会有更多 AI 的置入啊 ，Siri 的话，现在我们期待这个可以帮你做代理人，管理整个手机里面功能的 Siri 可能还没有，但是你跟他聊天的对话会更加自然，就是他回复你会更加自然，然后他会记得他上一步跟你说了什么。那就其实跟 ChatGPT 有点像哦。在聊天的部分，他们说如果真的要支援这个大型语言模型的 Siri， 可能要等到2026年之后，这个是 maybe， 因为他们现在团队正在加紧赶这一块。那其他的部分，我觉得可能没有必要讲太多啦，什么 AirPod 支援翻译功能，这可能是还不错的。WiFi 登录同步啊，其他的iPhone 的 eSIM 可以让你直接转移到 Android 上面。eSIM 可以直接转移到？对，因为现在你 eSIM 要转移这个号码到 Android 机种上面比较麻烦。对，那现在它就开放，这可以说是一个功能嘛？本来应该要给你的，就是现在给你这样子。那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，就是现在 AI Siri 的团队不是改组了吗？对。那你对于这个新团队你看不看好？我看好，因为是 Vision Pro 的团队。那 Vision Pro 是我觉得你可以说5年、10年来做的最好的一个产品，我自己个人认为。然后，尤其现在知道更多里面的故事，就是说Vision Pro 现在操作的方式是眼球追踪跟手指。本来这个团队想要的是把 AI Siri 做得非常好，让它可以用语音就可以控制。但是因为 AI 的团队跟 Vision Pro 的团队是分开的，所以当初他们没有那个决定权，说让 AI Siri 介入到 Vision OS 里面，然后让它去做所有的操控，因为
这掌控权并不在他们手上。所以我觉得他们在这个控制下面，他们用眼球追踪跟手指追踪，我觉得他们做到完美，就是说他们手等于被绑住了嘛，对不对？他们知道说这种视觉 AR、VR 的这种操控，最终的模式就是你直接跟他讲就好。那手跟眼应该只是辅助，不应该手跟眼为主，然后你讲的方式是辅助。在我了解，他们已经知道这一点，而且本来想要做到这样，但是做不好不是他们自己本身的错。那现在这个团队把 AI Siri 的这个部分掌控权全部召回来的话，我觉得这样的整合是对的啦。那这个团队，我觉得以 Vision Pro 的表现 ，Vision OS 的表现也证明说他们可以做到什么程度，而且在这种完全受限的情况下，那如果现在他们把这些所有整合在一起，然后他们有绝对的控制权的话，那我就蛮期待的。那讲到26啦，有人讲说会不会 iPhone 也改26，跟三星一样，就直接以年份作为它的这个机型的代表。可是我觉得 iPhone 它其实就是一个老果粉来讲，代数会比较有意义，比较有记忆感啦。反正 iOS 这些大家本来就没有必要一定要照它的这种模式走，这样讲合理。好，那我们就讲下一个新闻了。iPhone 17 Air 现在传，我们现在都知道嘛，谣传会有120 Hz 的萤幕。这大家很兴奋，但他们现在说没有 promotion 的功能，没有 promotion 就是一直常驻在120赫兹。对，但是这个也不太合理啊，因为它的电池已经比较小，如果要常驻在120 Hz 的话，那我觉得它的电池应该受不了。这边有进一步解释啊，因为现在 promotion 的用法就是它可以自适应嘛，它1 Hz 到120 Hz 可以依照你现在使用的情境啊，你滑手机的速度，它自己去调整。1 Hz 重要的这个使用情境就在你静止的时候，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在你随选萤幕。回推回来，很有可能就是说，苹果可能在17跟17 Air 就算给你120 Hz， 但是它可能还是把随选萤幕把它拔掉，对，把它拔掉。这个在制作端上面，它的成本会比较高嘛？如果有随选萤幕的话，我自己的感觉，因为其实说在 Android 的机种来讲，很多入门的机种都有这个功能，我会以为说这个成本应该不至于大到说他们需要刻意去拔掉。那我的看法，我觉得以苹果的惯性来讲，应该可以做产品区隔。对，就应该是这样子，就是把它跟 Pro 系列区分开来。大家骂太久60赫兹的数字系列，对，不能一次给你全部啊！我一次全部给你，其他怎么办？对不对？还是要慢慢这样切割出来。你有在用吗？没有。那你可能对你就没差。我是习惯，我平常都会用随选萤幕，所以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个功能。我会觉得17 Air 如果少了这个功能的话，加上它有少一颗镜头，我觉得对我吸引力会稍微又再降低一个。所以随选萤幕对你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吸引力吗？就是我就很喜欢随时可以看到我的桌布啊，看到时间，我不用去点它，平常摆在那边就可以看得到，然后有讯息什么我也看得到。那或者像有这个live 更新啊、教务的什么，你也可以看到有个画面在上面。我觉得它是一个实用的功能吧。你说 Air 可能会卖到3万多块，没有这个功能就有点可惜。那或者是 Air 有，然后17没有，然后他们像说17可能就是会跟16一模一样。连里面使用的晶片，因为外形基本上一模一样嘛。对，他们说现在连里面可能都使用 A18 的晶片，就是没有更新，对，让它完全就是变成一个超级入门的产品。这个当然是现在大家在讲的，我们到时候再来看。那你有什么想法？对我来说就是很苹果的做法，基本上我们现在大概知道，就是大概在3万5左右。对，3万5、3万7。我会觉得说一定会多一些新的功能啊，因为它如果只有单镜头来讲，它一定要有其他比较吸引力的功能，这可能就是它吸引的功能。那如果有吸引力，它要怎么跟一般的数字系列再做一个区隔出来？就是可能像你讲的晶片可能有差别吧。我们有时候听到这些爆料，会觉得说好像不合理，但是把它看回来，苹果过往的作风，听起来就那这样看起来蛮合理。好，那下一个新闻就是 OpenAI， 现在美国司法部有一个针对 Google 反垄断的一个诉讼，曝光 OpenAI 内部的战略文件哦。那他们是2025年上半年的，那他们把 ChatGPT 定位成下一代的超级助理，那他们目标就是像 Siri， 那他们认为说，现在这些 AI 的这些助理在应用方面很容易被这些既有的厂商跟生态链所控制住。比如说现在两大行动阵营嘛，其实都没办法可能控制手机内的功能。对，就是苹果跟 Google 不会开放这个部分的功能给你，那这个他们当然可以用隐私权作为他们最后的一个护城河啦。对，护城河跟借口，但实际我们都知道，如果当 OpenAI 的 ChatGPT 如果可以植入到你的手机里面，它绝对可以发挥到更多的功能，就让它功能性大大的提升，但同时也代表苹果跟 Google 把自己最值钱的这个部分就完全开放出来，在内部的文件也非常清楚了。他们知道说，当他们今天如果植入在里面的时候，他们不管在个人化、整合到 email、app 什么，如果这些资讯他全都知道的话，那今天变成你问他一个问题的时候，他要帮你处理任何事情，订机票、旅游规划、买礼物什么东西，他基本上都可以做到。但是就是这个权限开放不出来。那唯一做得到的方式就是 OpenAI 必须要有一个自己的
超级软体，或是跟他们自己的硬体做结合。这部分他们希望就是说，对话上面的记忆功能可以跨装置都有记忆，然后同时又升值在这个装置里面。那这个记忆功能就不单单只是你跟它的对话。那可能是你跟它功能上面的操作，这些部分它全都可以记忆起来。那第二部分就是在 agent 的操作能力，这个就是说它直接帮你去操作，就你授权给他，你可能真讲完什么，他就可以帮你开7、8个不同的 app， 把事情都处理完。那当然这个我觉得要苹果跟 Android 去开放出这个权限给他们，我觉得是完全不用想。隐私是一个借口，那最重要的就是这些东西苹果跟 Android 自己都想要做，那他怎么可能把这个东西开放给你？因为这个里面牵涉到每一个步骤，它的商业价值都非常的大，不管是你对你自己的隐私，或者说使用什么 app 去做什么事情，那你知道苹果在每个 app 它都有抽成嘛？那里面的消费它有抽成的情况下，它怎么可能把这个东西去开放出来？因为等于你就可以跳过它的这些管制去做这些事情，直接上网做就好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之前 OpenAI 不是释出就是跟 Johnny Ive 开始合作嘛，就表示说他其实同时这个诉讼有在进行，然后他们也想要做自己的装置去打造出一个全新的使用方式嘛。对，他们也知道说最终会受到怎么样的限制。我觉得陈欧门在非常早就想到这一点，所以在很早他就去找郭台铭见面。他知道说最终一定会碰到一个墙，那这个墙就是这些厂商不会让他做的，那唯一的办法就是他要开放出自己的硬体。为什么他跟 Johnny Ive 的结合会让我那么兴奋？因为当然 Johnny Ive 他的过往，他的资历，贾伯斯的爱徒。当然我们也知道说他自己本身是一个产品设计师来讲的话，如果单靠他自己一个人可能做不出什么东西出来，那他需要像贾伯斯这种人，可能对未来的一个方向，科技的方向有一个很明确的看法，然后也有真的能力去做到的人去，应该说牵着他去往这个方向走。所以为什么这两个人的结合，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。而且我觉得他们应该会合作的非常好。你看他们照片上抱得这么亲密，抱得这么亲密，对不对？感觉他们好像真的就是很聊得来，然后对很多事情的想法非常的接近。那同时，这个公司在贾伯斯的遗孀也有投资，那他也跟 Johnny Ive 有一起出来发表说，他们认为说现在科技的方向已经好像没有像他们当年想的那种方式。贾伯斯的女儿自己也有在，我记得好像前2代 iPhone 出来的时候也发一个文，就是去开玩笑说，每一代的 iPhone 都长一样。那这我们当然每个果粉自己都会有这种看法，我自己是绝对经过贾伯斯的时代到现在，我是非常深刻的有觉得说，现在的苹果跟以前真的不太一样。对。那你觉得贾伯斯如果还在的话，他会不会让 Apple 的 AI 这么落后，或是他可能会提早做一些什么特殊的装置？如果他还在的话，我觉得如果还是往现在的方向走的话，我认为 iPhone 每一代更新的速度会快很多。就是我觉得它不会干预一个外形就用这么多代。那第二，它在功能性上面也不会就是像现在这种很挤牙膏式的慢慢去更新。那在我觉得未来性装置这一点，像 Vision Pro， 或是说不管说这个 AI 装置应该是以什么形式存在，我觉得以贾伯斯的个性来讲，他会更早就已经去做到，他会挤着他们硬去做出来什么东西。那如果当市场对这个东西的接受度非常高的时候，这些供应链就会自己跟上来。所以我觉得不管 Vision Pro 还有 AI 来讲，我觉得苹果在开发的速度，还有在发表的速度，对比贾伯斯的时代来讲，我会觉得都晚了至少3-5年。哇，3-5年其实就差很多。我觉得就差很多。你看近2年的 AI 其实进步的幅度，对我们来讲，其实我们也都一直在学习。对啊，其实你会以为好像过了很久，其实 ChatGPT 发表到现在2年多而已吧，对不对？可是每一年我们看到的进步，然后也因为它开启了这种 AI 的应用方式，你看所有的人 ，Google 也跟上。Google 本来就有做 AI， 可我说使用的形式，那你看到说，Google 终于把他们先前 AI 上面已经进行很久的这些东西转化到商业的形式上来，所以也非常的可怕。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兴奋啊，只是很可惜，苹果到现在看起来好像还在追赶的阶段。那我觉得，同时我也可以理解啦，苹果内部他们用户量很大，据说的谣传也是他们的 AI Siri 其实已经能力到非常高了，但是他们不敢释放出来，因为它幻想的比例还是很高，就像现在的 AI 常常会回答错嘛。那我们使用 ChatGPT， 它错的时候我们可以接受，没有期待它的答案永远是对。但是你在苹果今天下一个指令的时候，你会期待它的答案永远是对的。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苹果的一个相对很成熟的公司，很成熟的市场，赚了很多钱，但这也是一个相对他们自己的枷锁啦，因为他们的责任心就更大。所以我们就继续看下去。那今天这3则新闻就很快跟大家分享，大家有什么想法的话，也可以在下面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。那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苹果讨论群。OK， 那我们今天新闻就先到这边，我是苹果联盟，下次见，拜。